如果說台北的中正區承載了眷村的記憶，萬華寫滿了庶民的煙火，那麼大同區就是台北古早味無可取代的聖地。這次我們穿梭在大稻埕的舊時光以及大龍峒的廟口邊，一路吃到鹽山和重慶。老實說，在大同區吃過上百家店後，原以為驚喜已經封頂了，沒想到這趟旅程竟然還能撼動我們心中的台北必吃排行榜。而且刷新紀錄的不只有一家，那些隱藏在老台北靈魂裡的絕代滋味，究竟藏在哪裡？現在就跟着我們一起推開這扇時光之門吧。我們現在來到大龍峒肉羹米粉湯這一間呢，我們慕名已久了。上次來這附近拍的時候呢，很多觀众都說：“你們怎麼沒有來這邊吃？”然後這次呢，就趁着它還在營業時間內的時候，趕快來。我們這次點了一個蠻特別的東西，就是呢，它有肉羹湯，可是它的肉羹湯是沒有勾芡的，然後它又有米粉湯，很多人推，所以我想說，菜單上有肉羹米粉，我想說，把它組合起來試試看，應該蠻不錯。你看很特別哦，是這種粗的米粉。跟你講，我從來沒有吃過這種的。好，可能很多人在別的地方吃過，可是我們至少也沒拍過，我覺得還蠻神奇的。趕快來吃一下。後悔哦，我為什麼點那麼小碗的？它湯有夠好喝它那個湯啊是那種濃濃的大骨湯，然後再加上裡面的油蔥非常的香，然後米粉呢也是這種就是粗的，然後很有口感這樣子，再加上它的肉羹也是鮮甜的，而且有一點酒香味，非常好喝。我覺得要加這個還會更好喝。我想起了土豆哥，我好想念它哦。然後我們加一點點就好。土豆哥1/10。也要加蠻多的，可以了。我覺得胡椒粉其實可以不用加，因為它原本的湯呢非常的鮮甜，我會更想要多試一下它那個味道。我覺得也是可以加，因為加了之後土豆哥會更喜歡。你不要一直蹭土豆好不好？好吧。我個人覺得它的肉羹非常的出色，它的肉的比例其實非常的高，那它那個薑啊，其實在外面薄薄一層，所以你肉感咬起來非常的好。对，但我覺得它的肉羹是那種柔嫩的，非常好吃。那豬舌怎麼可以這麼軟啊？超好吃的。是有阿松的好吃嗎？阿松掛包的。口感不太一樣，但這個也很好吃，它可以吃到那個肉甜味。它这些小菜也很厲害。对，沒錯。所以等下來就是說，你除了點肉羹湯啊，或者是米粉啊，你其他的小菜也都要點起來。而且我跟你講，它的小菜啊，在台北市啊，算是相對低的價位。真的哦，其實都還蠻便宜的。我看它最貴的品項就是55塊一份。我跟你講，在台北市啊，你要吃到好吃的米粉湯。厲害的小菜，然後又加上划算的價格的話，我覺得這就是寶兒，這間絕對是寶藏。這豬皮也處理得很好啊，它的口感就恰到好處，是那種 QQ 的，然後吃起來不會軟軟爛爛讓你害怕，然後一點腥味都沒有，很喜歡。你目前每一個評價都很高哎。另外，我們還點了一盤古仔肉，超好吃的。它那個肉的部分呢，裡面有很多那種膠質感，所以你咬下去的，你會感覺到那肉跟膠質這樣柔合在一起。接下來呢，我以為我要吐骨頭了，結果我慢慢的咬，那都是軟骨，全部都脆脆的，可以吃下去。哦，這盤我超喜歡的，超越我最愛的豬舌。蘿蔔也是一定要點起來。剛我都點完之後，老闆問我說：“你要不要點蘿蔔？”我不要。結果回頭呢，你就叫我去點。因為我看到網絡上有人說蘿蔔才是這間絕對必點的東西。我剛剛吃的的確覺得是這樣。我剛剛看你一夾的時候，它就已經整個就是切爛了這樣子。我跟你講，燉蘿蔔最好吃的部分就是說，你要燉到它爛，然後還要保留蘿蔔的甜味。因為有些呢，它是燉到爛了之後呢，甜味都流到湯裡了，可是它沒有，它就是牢牢的鎖在蘿蔔裡面。然後他們家的蘸醬其實也還蠻好吃的，就是有帶點甜味的，我覺得跟這些東西都很搭。好，你把蘿蔔放低一點，低一點。對，好，然後用力夾。哎呀，我手滑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再看一下，這樣就開了，這樣就開了。
這樣就開了，整盤都快被夾爛了啦。哦，吃完了就4個字，極為優秀，好吃。是重慶鍋魚湯，大家如果有看到前面幾集的話呢，就知道我們本來有要來吃這一家，可那一天呢碰到當時因為豬肉問題，他們店家呢提早打烊，沒有豬肉賣。然後今天來的時候，哇，現場排超多人的，大家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之前來就是沒有吃到，所以现在就更想吃，所以大家一窩蜂就都來了。我這一個是看到那個中愛銅板美食的貪吃鬼，這好長，我每次都沒辦法一次念完。然後因為我很喜歡看他，因為他對於這種庶民小吃啊，就是特別在行。然後我想說，哇，他推薦這個，我就來試試看。啊，你說你是看到什麼？對，我們不約而同，我是看到小納豆推薦，然後我就覺得，哇，那看起来也太好吃了吧。哦，不過我剛剛在外面啊，看他在裝那個魚湯的時候，我就哇，應該是非常厲害。我們來試試看，先從魚湯開始。这魚湯超棒，它的湯底呢有2種選擇，一種是味噌湯，一種是那種薑絲清湯。然後我今天點的是味噌湯，非常經典的台式口味，不會太甜，也不會太鹹，調得非常的好。然後呢，我點的是這個龍膽魚片湯，明明就是它叫什麼重慶鍋魚湯，可是呢，它後來換成了龍膽石斑，魚片換得更好，哇，大家都覺得有夠佛心的。我跟你講，它上面有個牌子也說，因為現在沒有鍋魚了，所以我換成龍膽石斑。哇，這是一種升級的概念。對，就是通常都是降級，可是它呢反而是替大家升級了，所以這種店怎麼可以不來吃它呢？很多評論都說，就是哇，100塊就可以吃到龍膽，厲害厲害。另外魚湯的選擇呢，它還有青干魚頭跟龍膽石斑魚頭可以選。那如果喜歡吃魚頭的人呢，我相信點那個選擇也是非常的讚。我跟你講，我超喜歡吃這種魚，因為它的魚肉吃起來就是那種結實 Q 彈，那魚皮的部分呢也很有膠質感，咬下去 QQ 的。我們剛剛看到隔壁桌有一位老饕啊，非常懂，他就是點2碗不同湯底的魚湯，哦，這樣吃真的是很爽哎。連點2碗才200，我覺得還蠻行的哦。我還蠻喜歡石斑的口感的，因為它口感是 QQ 的，然後在一種細膩的感覺，沒錯，就是對，然後它皮的部分還又很有膠質，好吃呢。來這邊還有另外一個重點，就是滷肉飯，大家都會這樣子點一套，所以呢，上次來就是因為豬肉缺貨，而只喝到魚湯的人，我猜他可能過一陣子還會想要來回味一下這個滷肉飯。我跟你講，它這個特點就是它上面的肥肉是切得很大塊的那一種，這種愛的人就超愛的。它這個滷得非常的深沉，然後因為它的滷肉呢切得非常的大丁，所以你可以感受到那個整個肥呢在你嘴巴裡面化開的感覺。我跟你講，這個啊滷肉飯啊，我在就是那種人家會排行嘛，什麼啊台北必吃的滷肉飯之中，它有排進名裡面哦。這個我覺得可以哦，如果你是喜歡那種肥派的話，一定要來試它。我覺得它表示說，它有虜獲到不少人的心，才有辦法得到這個滷汁的味道，也是非常深沉的那一種，很讚。因為排隊的時候，我站在餐台前面看那個滷汁那邊一直滾一直滾，他們家滷的東西看起來都非常的讚，所以忍不住又點了控肉。那個跟在彰化的那種臨場感是一樣的，你知道嗎？就是竹籤插在控肉裡面，上桌前他幫你把竹籤抽起來，這樣子。我剛才在排的時候，我就覺得它的風格很中部風，很彰化，對不對？對對對對對。那你覺得有比你吃過的彰化的差嗎？因為我們不能算是真的很在行有吃彰化，我們只去了那麼一次，然後也沒有全部都吃到，不敢說。但是這個是很好吃的控肉。它有賣控肉飯，我看也蠻多人點的，而且呢，它的便當菜看起來也是蠻好吃。這一家所有滷的東西你都可以點起來，因為它的滷汁就是還蠻深沉，然後帶點粘性，就連這個油豆腐這麼，可以說它普通嗎？它沾上滷汁之後就完全變得不一樣了。我跟你講，它這間真的還蠻彰化風的，因為它那個
甜吶，是帶一點點，不會像台南的過重，所以它的風味還蠻中部風的，甜鹹剛好的。這油豆腐的外表啊，已經被滷汁浸染得很深了，可是它裡面哦，你還是可以吃到它那個豆啊，那個結構是扎實的，然後豆味香濃。這一份是滷白菜，雖然有一個滷字呢，但是沒有沾到醬汁的。哇，它裡面就是滿滿的。是那種白菜的清甜味，所以也是好吃。你放在這所有就是滷的東西裡面啊，來一個這個啊，就是它就是萬綠叢中一點紅的那種感覺，帶來一點清新感，綜合一下你的重口味。我覺得這一天之中有吃到這樣子一餐啊，會有幸福的感覺，滿足哎。我看到別人都有弄那個辣椒醬油，想說也去弄來沾一下，哇，真的是超棒了！這個就跟吃豬腳湯的感覺是一樣的。这一間是京津豆漿，60多年的老店了，然後它是非常的早餐場，所以我們現在基本上是差不多11點左右來到這邊，他們已經開始在準備收東西了，還好有搶到。我跟你講，為什麼我們今天會來這邊？為什麼？因為我要吃炸蛋餅。我跟你講，在大同區這邊啊，其實蠻有名的一個古早味啊，叫做炸蛋餅。它在重慶啊這一帶啊，就是炸蛋餅很有名，然後因為今天其他2家都關了，所以我就選這一間。對，它炸蛋餅上來的時候，我覺得看起來超好吃的，我忍不住趕快。我剛剛一路上跟你講說炸蛋餅，你一直都一直在瞧不起我這樣子。我沒有瞧不起你啊，就是一副不開心的樣子。不是這樣子的。是的，是的。好，你現在看到有開心了齁。那它這一間跟其他2間不一樣的地方就是，它是韭菜風格的。對，裡面滿滿的都是韭菜。而且我跟你講，它裡面的蛋啊，還是有點半生熟的，我最喜歡這種的。超好吃的，我們在現場吃，它那個皮呀不會覺得有油膩感，然後炸的稍微有點酥酥，可是又不會刮你的口，你還是可以吃到中間餅皮那個柔軟的成分，然後再來是它的蛋啊很嫩，加上韭菜是那種脆鮮感，所以你就覺得哇，整個融合在一起好棒哦。而且因為它剛炸起來，所以那個油都還沒有含在上面，吃起來是非常酥脆。對，但是我就不確定，如果你外帶回家吃的話，會變成什麼樣子。老闆剛剛特別拿了甜辣醬給我，我還沒沾醬的時候就已經覺得非常好吃了。但是沾了醬之後，它真的風味又提升了。哦，它的蛋真的還蠻嫩的哦。它的甜辣醬啊，不是那種就是偏甜或偏辣，我覺得它2者都綜合的蠻好的。這個甜辣醬很好吃。怎麼辦？我覺得點一個不夠哎。我今天早上出門的時候跟你講說它是韭菜炸蛋餅，你說我不喜歡吃韭菜，你跟我這樣講的。然後我現在那個嘴臉我都記得，對。然後你現在這樣跟我講，我非常的生氣，你知道嗎？我另外點了一杯無糖的冰豆漿，我覺得超好喝，有夠濃郁，你可以喝得到渣渣，然後豆味非常的香濃。我剛剛喝的時候也覺得哇，好好喝哦，真的很濃，是那種喝奶昔的濃度哦。然後我看評論很多人說很淡，不會啊，它那個是，我覺得它可能是。想要那個豆味很鮮明，可是我覺得它的這個怎麼講？自然的啊，它的那個稠度很夠，你知道嗎？啊，我知道，如果你要豆味鮮明，你可能要喝熱的，會不會比較鮮明一點？好了，因為這一杯的關係啊，我們本來沒有想要點鹹豆漿，因為大家最近一定看我們吃鹹豆漿吃的太多了，就後來因為它這個太好喝，所以我們就點了鹹豆漿，因為想說試試看這樣子。先給大家看這一碗鹹豆漿，它裡面我們有加一個蛋，對不對？對，然後那個蛋還是半生熟的狀態，所以它剛上桌的時候啊，超誘人，超好看的。後來我還是決定要點啊，因為我有看到人家說好吃，反正就試試看，每一家就試試看。差點錯過這一碗超好喝的，它裡面的蝦米啊跟菜脯都非常之香。然後剛剛老闆問我說你要不要加點辣油，我說好，來一點。雖然我不吃辣，可是它的辣油呢，真的就是把那個層次風味更上。
提上一層，然後不會說太辣的程度。那整體喝起來呢，我覺得稍微是有一點點酸味，可是它因為醋加的沒有太多，所以整體還是很平衡的。我覺得它裡面的料非常的香。這間有排到我們現在前2名之中了，就是心目中的鹹豆漿並列第一。我們的另外一家呢是中山站那邊的四海豆漿大。不過我先講，我們不是吃的很多，大概10幾間而已。目前吃到的。对，但是我覺得這間真的是我們最近10幾間之中有前2名。對，這邊是價位啊，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。然後1月1號要漲價哦，自己注意一下啦。这一間是黑點雞肉食堂，這家超神奇哦！它從早上就有雞肉，然後那個雞肉呢，據說是非常的好吃。我們已經蹲點蹲了大概3、4次了，今天終於吃到。我跟你講，因為它其實有2間，一間是黑點雞肉啊，一間是黑點雞肉食堂。那因為今天黑點雞肉，它比較是怎麼講？路邊攤風的風格，然後比較古早味風格的啊。這一間的話是兄弟開的，就比較像食堂風格這樣。對，然後就是有一點日式感這樣子。對，那我覺得應該都不錯啊，因為聽說雞肉都是一樣的。它其實2家店呢都開在華庭街上面，然後呢2家其實都到中午呢就会幾乎是沒有了，要吃真的是蠻碰運氣，不然就要早一點。其實我們剛好去那個黑點雞肉啊，它已經沒有雞肉，所以我們就來這邊吃這樣。沒關係，我們下次再試另外一家啊。如果大家有覺得說，另外一家也很不錯的話，我們下次再去試啊。我們現在試這一間。好，先來一塊雞肉啊，這是他們最經典的東西了。趕快放到嘴巴裡。對啊。這個。你剛一下，我以為你要說你各位啊。不是啊，我是要說，不枉我們蹲點3次吃到的雞肉，我覺得真的是很棒啊，因為它一咬就開了。有些雞肉是呢，你知道它很新鮮，可是其實它不好咬。而這個沒有，就是一咬就開，然後它也不會是太軟爛的，然後鮮度也很夠，不會有雞腥味。而且它的雞皮啊，油度也是非常的夠，可是卻不會太厚，因為有時候太厚，你吃到那一層油脂的時候啊，還是會覺得稍稍有點可怕的。所以它的那個油度是你喜歡的那一種，就是一切恰到好處的那一種。剛剛我們隔壁桌老饕大哥說啊，他30、40年前就在那邊吃雞肉，然後其實這2家呢，他們是兄弟，然後因為那邊生意太好，就會分到這邊來啊。其實2家的味道都是一樣的，一樣好吃啊，看你喜歡哪一種感覺。那邊就是比較就是怎麼講，就是在地感很強的，對。然後這邊呢，就是在那個餐廳裡面啊，環境比較好一點。據說呢，他們的雞呢是自己養的。那為什麼叫做黑點雞肉呢？據說是因為爸爸的臉上呢有一個痣，所以人家都叫他歐爹媽，歐爹媽，所以他就用這個名字來開店這樣。對，但是就是雞是不是自己養，我覺得不可考究，因為我不太信，因為蠻難的。你又要做那麼好吃的雞肉，那麼累，然後還要自己養雞，還蠻難的。我通常看這種雞皮啊，一格一格的，我就知道一定很好吃。不知道為什麼我每次碰到這種都很好吃。其實蠻多人都說啊，就是台北最好吃的雞肉啊，就是黑點雞肉。那因為我上次就是也是看到銅板吃啊，就是中愛銅板美食的貪吃鬼，對，鬼哥，我以後都俗稱鬼哥。然後我問他說，最好吃的你覺得是哪一家？他覺得是黑點雞肉，當然是他就是前面那一家，因為今天沒了。但是如果是一樣雞肉，哇，這個雞肉真的是我目前吃過台北最頂尖的。除了雞肉之外，他們家黑白切也超行的，據說是用黑毛豬啊。那吃下去，我點的豬舌，超級脆口。我跟你講啊，黑毛豬，台灣黑毛豬其實非常的厲害。據說沖繩那些黑毛豬啊，都是從台灣傳過去的，所以你每次都跑到什麼沖繩說我要吃黑豬肉啊什麼的，對，其實就是台灣好不可考。可是說實話，我覺得台灣的黑毛豬真的是很好吃的，很好吃。對，那個鮮甜的味道真的是很棒。那個豬心啊，你光看那個光澤度就很棒啊，放到嘴裡面也是很讚。因為我通常在點黑白切的時候，比較不喜歡點豬心豬肺，因為那個東西就是容易腥味會比較重，可是這個一點都沒有，然後非常的嫩。
哦，換我吃了，我覺得它的小菜也好頂尖哦，就是那種吃到嘴巴裡面，你除了哦就沒有別的了那一種。真的，但是它這一間的價格啊，是你吃完才結賬才知道多少錢。可是說實話，再怎麼吃應該還不會破產。那我如果是一個對於美食很有挑剔的人，我覺得可以來嘗試這一間。但是如果你對價格很挑剔的人的話，你自己斟酌一下。对，它就是評論上比較人有維持的，就是說它的價格。那可是如果老顧客的話呢，都會直接跟老闆說，就是先詢問一下價格。好，沒關係，我們等一下吃完結賬，我們就跟大家講多少錢，然後我再評論說，我是閉眼吃還是怎麼樣子。好，最後我們就是來配個雞油飯，人家說來這邊呢也是一定要點的。它那個雞油飯啊是煮的這樣粒粒分明的，而且。我剛看那光澤這樣子亮亮的，在雞油在每一粒米飯上面啊，再加一點點那種醬色在上面，哇，會受不了很香，光吃白飯，應該是說光吃雞油飯就很香。然後其實我吃下去的時候，會有一種海南雞飯的感覺。這麼厲害？我剛剛是要講一點點，講成一種種是什麼東西？我下次一定要再去拍另外一間，因為我會想要再吃，因為。通常我們是拍過的，不會再拍，所以還有另外一間可以再拍一次，再水一次，哇，好開心哦！突然忘記點這個了，它這個溏心蛋啊是必點中的必點，你不覺得它看起來像什麼東西？很像鴨蛋。不是什麼？它很像那個橘子年糕，它的那個蛋黃是橘色。這太跳痛了，誰想得到啊？趕快來吃，趕快來吃！哇塞！我這樣，你看筷子一陷進去，是長這樣子的。勾勾的哦，讚，趕快吃，趕快吃！它這個溏心恰到好處，然後那個蛋呢，我覺得有比一般的雞蛋還要更大顆一些，感覺不是雞蛋。好在有記得點。一定要加點起來。哇，这個下水湯的鮮度太讚了吧！這個湯是真的是喝下去之後，你眼睛會發亮的那一種。後面這兩個是我們突然加點的，因為我們下一次來吃也不知道什麼時候，但是好吃的店真的是可遇不可求。它這碗下水湯的料非常的豐富這裡面有雞腸、雞胗，這應該是雞肝，其實東西還蠻多的，然後分量也還蠻多的。這裡面的東西啊都非常的嫩，然後你知道那種鮮度呢，就是跟別人完全不是同一個等級的。你知道別人的東西都是已經很新鮮的，可是它就是鮮度，你一吃就知道比別人更高一層。我跟你講，你喝它那個湯裡面的那個酸菜啊，哇，畫龍點睛的感覺。沒錯，好好吃哦。你來吃吃看就知道我在說什麼。我們剛剛那一桌吃下來呢是490塊，我自己是覺得還蠻 OK 的。我覺得好吃，這個價格我覺得是值得的。對我們來說啊，那你自己斟酌哦，不要到時候吃又說什麼很貴來罵我哦。這一間是諸暨大橋頭油飯，在當地呢也是老字號的油飯名店哦。然後這個油飯呢，它還蠻特別，就是說上面呢淋了像滷肉這樣的滷汁，然後再加上甜辣醬。那大家呢還有一種吃法，就是會點一個荷包蛋，把它放在這個油飯上面。這是這一間店最經典的吃法，我們很少看到這樣吃，雖然說有，但是台北的話幾乎沒有。我們直接把它放上去吧。哇，天哪！要直接把它戳破了嗎？太完美了，要。好，直接戳破好了。戳吧，戳吧，不要怕。它很有彈性，戳不破天哪！看這一面。大部分這個做法是滷肉飯的做法，結果把它放在油飯上面，真的沒試過這樣子。不管是怎麼樣，只要把蛋戳破，這種都是很成立的。好啊，攪一攪吧。哇！它充滿了蛋液，超級好吃。它的荷包蛋那個蛋黃非常的飽滿我剛剛注意都被蛋黃拉走了。到後面呢，才注意到它的米飯哦，哇，超級 Q 的它用的是原糯米，所以呢吃起來它那個彈性特別的好，很香很香。
它的滷汁跟甜辣醬有夠搭的，但是呢，又不會把本身油飯的那種香氣給搶走。這一碗我超喜歡的，這麼喜歡。其實啊，在大稻埕這一帶啊，最有名的另一根油飯啊，當然就是林合發，那個其實風味完全不一樣。這種比較像說，它是用蒸的，然後慢慢去燜熟的那一種，然後再去把它拌開。啊，這種它其實就是糯米，然後再去摻那個醬，有沒有它的醬汁？所以它是主要是糯米的香氣會更濃一點，然後那個醬的香氣啊，或是裡面或有沒有什麼香菇去卷碎，其實是沒有的，所以完全就是單靠這個荷包蛋。不管是哪一種，我都超愛、超喜歡。這家呢，它其實也是有賣便當，我看到它很多的便当菜看起来都很好吃，而且它的主菜有一些蠻特別的東西，像是酸菜炒豬肚啊，還有鯊魚。然後，只是我们剛剛已經吃了蠻多東西，我覺得蠻飽，我應該吃不下。那我覺得大家都可以來試試看。我跟你講啊，就是這個是這邊大同區，大同區最大的特色就是有很多米粉湯、米苔目，然後還有很多油飯，那很多厲害的油飯都在這邊。其實這邊還有很多隱藏的油飯小店，其實蠻多的。那我們今天就挑一間就是蠻經典的來試試看。這一家是丁姐碗粿，然後也是攤子鬼推薦給你的。但是其實呢，我們之前來拍這邊的時候就已經有存這個名單了，大概2年前了。它的碗粿口味比別人多，然後都是很特別的口味。對，來這邊要吃一個就是大腸蔥肉，因為比較少的地方，有時候就點這一個了。對啊，超特別的，趕快來看一下到底是什麼東西。先來幫他切一下，你不覺得碗粿就是很像太極嗎？啊，什麼意思？就是說，如果它可以把它分成一個 S 型，然後中間2個圈圈的話，就是一個太極的樣子。你把上次吃碗粿的方法給忘記了。趕快。對，先畫一圈，把它弄開，有沒有？然後再切一塊出來。哇，好香，好 Q。這家也蠻特別，就是它有給你常溫或者是你要吃熱的2種選擇。那如果是常溫的話呢，它就會變得比較 Q；那熱的話呢，就是會吃起來比較軟。那因為現在老闆說他為什麼會做這樣的區別，是因為北部人呢，就有時候冬天就覺得說不熱，我就要是吃熱的啊，你放常溫冷的吃很奇怪。可是他說他們南部人其實很多都是常溫的吃。好，因為我爸媽都是台南人嘛，所以我就吃過那個麻豆很有名的嘛，阿蘭嘛，對不對？然後我們也很喜歡去吃，他們就是。其實也不算是分熱，就是他們會先做好，然後擺着。但你大部分吃到的時候，它已經就是冷掉。可是冷掉之後就會多一個 QQ 的感覺。對，沒錯。對，其實熱的我也有吃過，就是它剛拿起來，你剛好又拿走，其實都好吃。但是你最能夠吃出它那種 Q 勁，然後香甜的味道，我覺得是冷的時候是最好吃的。真的，它那個米香啊，哇，就是我非常的喜歡。然後剛切出來的時候，就聞到那個濃濃的蒜香味。我個人心中啊，就是台南的碗粿啊，就是它裡面的料很豐富，而且就是要有一個鹹蛋在裡面。有在這裡。對。我們來看一下它裡面的料。哎呦，還有一點點那個半熟的在裡面。對啊。最喜歡這種的。超特別的，吃到那個大腸，剛剛老闆娘說他們用的是大腸頭，所以比較有咬勁。然後我吃起來稍微有點像是吃到那種赤肉的感覺。你明明知道它是大腸頭，可是就是會有一種這樣子的錯覺。我跟你講，它這個碗粿啊，是他們家自己逢年過節在台南的時候啊，他們大家自己碗粿都自己做的。然後我就喜歡加一點點大腸啊。他說他們之前還有加蚵仔，但是因為蚵仔在這邊要取得他們要的那個口味是不容易的，所以他們就只放了大腸這樣子，所以是只有這邊才有的。我覺得蠻特別的。吃起來也是好吃醋鼻啊。咬一口鮮蛋黃，非常的滿足，就是要這種沙沙的口感。我覺得它整碗真的很有台南的風味，很有意思。就我小时候在麻豆會吃到的那一種，碗粿給我那種感覺，這樣子有點稍微涼涼，因為我們都會把它買了之後呢，然後帶回家，所以說通常是因為在開回台北嘛，大概就會3-4個小時至少，然後回到家又餓又吃那種感覺。其實這一碗呢，我覺得不只是好吃，我真的在裡面吃到滿滿的親切感，跟老闆娘他們就是對自己家裡的那一種家的味道。對。好了，我覺得蠻推薦大家來試試看的。
這一家是真圓滿，我們來吃它的燒冷元仔冰。我跟你講，我們已經是連續3年都來拍他們，可是沒有一次拍到，這次是第一次真的有坐到店裡面來點到東西。我們不知道為什麼每次都剛好那麼巧，都是冬至的那一天來到這邊，然後呢，看到門口就是哇排滿滿，然後想買也買不到。它湯圓看起來非常的厲害。好，那因為這一次是我們冬至前大概1、2個禮拜前來，那我不知道大家看到，這已經是前幾天了。哦，那我們真的還蠻幸運的。對，要先跟大家說一聲冬至快樂。我看到這一碗這麼豐盛啊，真的覺得還蠻圓滿的。那這一碗呢是燒冷元仔冰，那我們有另外加了一個米苔目，這樣是加5塊錢，總共是95塊。我覺得我剛剛看他裝料的時候，哇，你裝完了沒啊？哇，大碗欸，一直裝，哇，太棒了。对，然後上來的時候呢，我想說，是不是後面的客人點酒釀湯圓？就不是，它這個酒釀香氣呢，就是來自於這個湯圓。我跟你講，它這個是燒冷元仔冰，它有很多料以外，而中間的那個湯圓呢，還給你3大顆，然後冒着煙，然後一來的時候，那個酒釀香氣一直在飄，現在我整個鼻子都是那個味道，我忍不住了，趕快吃吃看，先吃這個，先吃這個。剛看它的湯圓啊，表面不是很平整的，很有手工感，然後咬下去，哇，它那個皮之 Q 之厚啊，然後再咬到裡面的那個芝麻內餡的時候，那個香氣整個竄出來。難怪每次冬至的時候，早上來就沒了。好喜歡哦，因為它放在嘴巴裡面是有非常滿足感的那一种。而且你吃下去的时候呢，可以吃到它淡着淡淡的酒釀香氣。像我是，如果你要我喝一碗酒釀的話，我會覺得哇，那個太濃厚了。可是這樣淡淡的話，就會覺得很喜歡。它咬下去其實蠻像我們在吃那種客家瓦吉，然後裡面包很滿的芝麻餡，有那種感覺。哦，這米苔目也好 Q 好 Q 哦。你來大稻埕這一帶啊，就是有很多有名的米苔目，不管是熱的、鹹的、冷的、甜的，都把它吃起來。我跟你講，這邊特別多米食，因為這裡是大稻埕，當初就是這邊是在專門在批這些米的東西、稻子的東西。然後這附近還有一條街叫米食一條街嘛，我們以前拍過。我剛剛把小湯圓還有玉帝圓葷桂全部都一起吃一吃，每一個配料都非常的讚。我覺得這大概是我這幾年吃到冰品裡面啊，也算是排名可以排到前3名去的。然後它的冰呢也非常的好吃，我今天淋的是那個桂花蜜，所以整個吃起來呢非常的清新感。我跟大家講，它這間叫做真圓滿古早味，它真的非常古早味。我很喜歡這種冰，它剉的時候呢出來是片狀，然後粗粗的這樣子，那吃起來有冰的脆感。還蠻不錯的。它不管是大湯圓還是小湯圓，我覺得都非常的出色。你還沒有講到它的糖水。有啊，剛講啦，我說桂花蜜啊。哦，我剛沒聽到。我們來總結一下這一集呢，我們在大龍峒跟大稻埕一帶吃美食。那我覺得大同區呢，就是整個台北市最古早味代表的美食聖地。那我們最後呢，選在慈聖宮這個地方做總結啊，我相信是哇，這裡面古早味代表之中的代表。因為大稻埕這一帶呢，它發展的早，發展的興盛，所以呢，它那邊就有很多古早味，再加上說當年中南部移居上來北部的人呢，很多人也會選擇落腳在這個地方，所以這邊的古早味啊，真的就是特別的多。很多都是哇，從50、60年前就移居上來，然後在那邊發展，所以呢，這邊可以吃到各縣市的特色，也有大稻埕這邊特色的東西。那我們這一集啊，找了蠻多，就是大稻埕這邊特色。我覺得米粉湯、米苔目都是這邊的代表。我們這一集吃到黑白切都超好吃。對，而且我覺得今天每一間都不雷，而且我可以說是每一家都非常的好吃。那我們今天這一集呢，其實是花了2天的時間來拍攝，因為很多的店家，它其實到接近中午的時候就已經沒有了，所以大家如果要去品嘗的話，真的要趁早。對，而且我跟你講，很多店真的就是。比如說3點關，你大概12點就吃不到了。對，上面營業時間講真的，我覺得沒有很準。我覺得這邊蠻多店都是算是隱藏式的小店，但是我不知道，因為現在網絡很發達，所以有一些真的也不是那麼隱藏。不過我覺得很多不是大家要拍很多次才會發現的店呢，那也給大家參考。那我們自己這一集真心非常推薦，非常的喜歡。那我們這一集就先到這邊啦。如果大家還有什麼我們沒有拍過的隱藏版小店，麻煩再推薦給我們。那我們到這邊嘍，大家拜拜。